沙利文称，美国将采取措施确保台海永不开战，其本意到底是什么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田少。在很多人看来，美国正在炒作台海军事危机，不断与台独活动勾连。部署于印太的美军也在积极备战，并推动台军发展非对称作战力量，准备近几年内在台海与解放军来一次摊牌。美国前印太司令曾预测，解放军将在2027年采取统一两岸的行动，美国军队也因此而变得非常焦虑。那么，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到底是什么呢？是武力干涉台海，还是袖手旁观，或者准备在发生军事冲突时联合西方国家一起来制裁中国大陆？其实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最近的一段讲话。可以说，拜登政府未来应对台海危机的策略已经浮出了水面。沙利文表示，尽管台海存在冲突风险，但美方相信，只要通过负责任的管理，可以确保台海战事永远不会发生。这番言论的意思是，美国未来的台海战略就是通过管控危机、加强沟通、强化美军的威慑力，最终实现台海保持现状的目标。这里的关键是，美国人如何负责任地管控台海危机，是拜登政府必须交出的答卷。因为美国支持一中原则的承诺压根就没有任何可信度，而中国一直在警告美国继续挑衅的严重后果，包括中美关系被颠覆性破坏。按照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说法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美国的办法有两点：一是要避免台湾地区当局走向台独，这从民进党改口要推动和平保台就能看出来；二是美国试图让中国相信在遥远的未来可以达成统一，但是这个时间点永远在未来。这种嘴上软化的玩法就是避免大陆有理由采取军事行动。在硬的一手方面，美军将会利用台海和平的窗口期进行调整，大力发展分布式杀伤链，加强关岛和夏威夷的军事基地建设，推动台湾地区发展非对称作战力量等等。其目的也很简单，企图通过威慑性手段让中国大陆明白，对台采取两栖攻击行动会付出非常大的代价。当这个代价大到会破坏中华民族崛起的程度时，美国人认为就是有效的，因为中国大陆会评估军事行动的后果，并做出理性的选择。也就是说，美国人追求的目标是让中国永远处于分裂状态，表面上不支持台独，但将竭力阻止中国大陆可能发起的武统行动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美国最新的台海安全战略呢？办法之一就是增强对台军事斗争准备的力度。说到底，解决台海问题原本就是一场中美军事力量的发展竞赛。当中国的军力提升到足以在台海采取行动，并能有效震慑域外国家的干涉企图时，统一的窗口期就到来了。而统一的方式可以是和平统一、武力统一，也可以是以武逼统。到那时，如果美国还想通过所谓的管控危机来避免台海发生军事冲突，中国大陆必然会亮出两岸必须走向统一谈判的要求，否则我们就将采取强硬的军事措施，这根本就不是美国人能管得了的。为此，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办好自己的事儿，努力让中国的国力超过美国，让一切阴谋也好，阳谋也好，都随着中国大陆的发展壮大而变得毫无意义。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原本就是中国大陆追求的目标，我们打击的只有台独分裂分子，现在是，未来也是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